家人们，还有什么比走错试衣间更社死的吗？今天在商场试衣服，出来照完镜子感觉小了点，我就回试衣间脱下来，服务员帮我换身大的。怎么我换个衣服的功夫多了一条男士裤子和4-3码的皮鞋啊？我走错试衣间了。你们吗？东西在里边啊。这个我去另一间换啊。我不，他去另一间的话，我的大纱和大纱不就全都被看见了？眼前服务员迟迟不回来，我就想麻烦大哥帮我随便拿件衣服，我先换上呀。就不能拿身大点的吗？这衣服根本脱不下来啊！我光脚站在冰冷的地面上挣扎了好久，冰凉的感觉直钻我的肚子。随后感觉安电门一道酥麻的闪电划过，随后一声闷响，让我在试衣间把大招放了。我在试衣间足足处理了1个小时，别问我怎么处理的，反正我把它买了。直接放回去吧，我们不卖。这大哥给我找的衣服是扒到模特身上的样衣啊！不过钱能解决的问题是最简单的问题，我3800轻松拿下一套紧身厕所，还送一个模特。扛着他社死，丢了又心疼，我果断买了个行李箱，随后把他大卸8块和藏着宝贝的新裤子扔了进去，搞定，回家洗洗应该还能用。可我忘了，回家做地铁要过安检啊！你好，请打开看一下。要不算了吧？请打开，我需要检查一下。我还没来得及想好理由解释这一切，一具泡在汤里的模特已经赫然出现在大家眼前。王致和，你知道吗？我好这一口。我的亲生老板因为出个差要把我撕了。他问我出差带什么行李箱啊？我们女生出差东西多，带个行李箱怎么了？客户就离我们2公里。于是我在零下3度的天，为了面子把外套脱了。等我们起步驾到地儿下车的时候，我突然就感觉我屁股后面好像开空调了。老板问我今年是不是本命年啊？我是看行李箱有个红绳，有个红绳，有个红绳，红绳。鱼中冷吗？不冷啊。那客户可能真的觉得我们老板燥热，接着就要给他拿冰水啊！不，喝热的，喝热的。本来就没吃早饭，我这职场压力一大，那冷汗直冒，要晕过去了。算这个吧。我说不用，我包里常带着巧克力呢。他化了。你替我签了呀？啊？公司停电，结果我跟客户都在了一个坑里。我一直纳闷，为啥准点下班会有种罪恶感？只要有同事在卷，那我一起身就会被打成摸鱼1天的标签。我就想知道，前天把人大楼都黑了的慧仁，能不能来我们公司一趟，让我准点下个班啊？再这么卷下去，我真的要透支了。于是今天下班，我就准备和同事们拉了电闸，反对加班。正在和客户喝酒的老板，那一听公司停电了，买了一箱蜡烛就冲公司来了。嘛去啊？不干了？怎么着？是一起祈祷吗？他说这一天加班就是为了今晚客户的项目，只要今晚能做出来，那每人奖金1万。啊！我当时奔着电箱就去了，我电闸一拉，立刻。这下真学着黑大楼了。我想趁黑赶紧溜了，可我有夜盲症啊，到了门口脸撞到了个肉肉的东西。我打开闪光灯一看，我当时一个没忍住，就吐了。客户应该也是喝多了，他一看我吐，他也勾出来了，他奔着厕所就去了。等客户吐完回来，我摸黑找了2瓶饮料跟他道歉，只要一来电，马上加班赶项目。客户一看我炫了一瓶，他也开始炫了。可我怎么感觉这饮料不太对劲儿呢？过期了。把地拖了。我去厕所顺拖把的时候，就听到客户在隔壁宣泄，可我把拖把顺了好几遍，怎么公司越拖越有股酱香味呢？我打开手电筒一看，客户吐女厕所拖把池里了，我还得站到公司抹匀了。我这一紧张，那瓶过期的饮料也开始折腾了。趁着公司黑没人发现，我就想先躲厕所去，可我刚一蹲，就感觉被一双有力的大手给拖住了。随后我就听到了一句。
直接就决堤了。那人急了，照着我安全就给了一巴掌。我一害怕又没忍住。后来我们公司到点就催着下班了。下班！因为我们老板说，再也不想有人拿翔告诉他的客户了。职场上的墨菲定律，它就离谱的出奇。今儿早上，老板说有个脾气不好的客户要去对接，我心想不会是我吧？苏萌啊，哎，他还真是我。完事我下楼接客户坐电梯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你说这个电梯缝，它是不是能完美的掉进去个手机呀？我仅凭着老板对客户的描述，就找到了那个多金的暴脾气。催什么催？我这不来了吗？下去！你好，先生。客户问是我吗？我说是我。长得还行。然后这个低情商趁我倒杯水的功夫就睡在了会议室里。我左叫右喊，他就是不醒。然后我趴下一看，我现在真是趣多多都缓解不了的焦虑，吃了我的饼，放出我的屁是吧？哎，你找不到公司，你不是在乎？杨总，您才是我客户啊！不，我是发传单的。那你呢？我是来相亲的。放假之前我劝他还都冷静点，我都被人送进医院了。那天我去商场买中秋礼物，排队付钱的时候，有个人冲过来拿箱子撞我身上，他还嚷着让我赶紧让开。我这暴脾气一下就上来，我给箱子夺回来一屁股，我说我就不让。是，他捂脸了。我问他是不是害臊了，他说不是，你看你屁股。他一说，我就感觉有股电流从尾巴根穿头皮上来了。我问他箱子里装的啥呀？他说仙人球。他说刚才抱着的箱子破了，怕扎到人才让我让开的，没想到我比仙人球还硬。完事我找到了大貔貅张大夫，他问我是不是痔疮又掉出来了，我说不是，是屁股长刺儿了。张大夫先给我拿灯烤，又拿镊子拔。他说他这辈子都没想过还能给刺猬动手术。完事我打车回家跪了一路，师傅都说我是他见过最有礼貌的乘客。那天在家闲着收拾东西，下楼寄快递，我又遇见了仙人掌大姐。她说她就在这附近开花店，她问我没事吧，我说没事，就臀围大了3圈。我大小身材都没这么好过。大姐当时就被我的格局打动了，非要跑进店里给我拿一箱礼物。我说不用了，可是她大姐又做出那个熟悉的捂嘴动作。我问她这不是仙人掌吧？她说不是。我说那就行。她说是栗子，带壳的那种。哎，你这是？哎呀！我买了个西瓜，结果被关进了冷库里。那天我跟老板前去买瓜，他买完非说人家秤不准，让我上去试一下。这似曾相识的剧情，应该马上就要撒人了。我抱着西瓜找了地儿就藏了。说实话，我真给自己找了个好地儿，这一进来就跟开了空调似的。打入冷宫了，终究是错付了。哎，这啥？都给我吃了！我这不是怕冻死想补充一点点能量吗？那小哥当时就想把我当西瓜开了，因为他说这屋的制冷他进门前才刚打开。我心理作用不行吗？洗衣花1万热连门冰淇淋月饼你也给我选了。皇上，这鲜牛乳冰淇淋和比利时巧克力的美味搭配，还有娘娘定制小象巧克力片，这福气给您，您不要吗？闭嘴！打烂他的火！我知道他很急，但我让他先别急。现在在抖音发布真花模仿视频带这俩话题，并艾特我和薛景欢，就有机会获得礼和奖励。你这不也干人吗？先让他冷静一下吧。完事，老板说给他店里东西买了当公司中秋礼，可过会儿我们付钱的时候他还没出来，人在里面打不开呀。他刚才把制冷开了。差点驾崩。